大家好，长江豆的种植呢，采用棚架种植不但是最常见也比较简单而这种斜式的棚架呢，进入采收期更是方便，可自动让豆子与叶片分离不过呢，这是因为前阵子毫无日照所以叶片也比较少的原因接下来呢，这算是当初解读错误的种法种下无蔓长江豆后呢，因为是有蔓进行改良的品种依旧有些会长出枝蔓也就是触须会继续往上爬，所以呢，选择一样种在棚架旁来预防不测不过呢，不测的原因跟想象落差有点大是没有触须没错啦，但是种得过于密集加上长势非常强势直接把它走道都布满了。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不只是无法行走呢，连日后采收也会非常不方便进行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得先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小孩子说呢，阿伯，你最近的影片都没有我，你又没有回来，怎么会有你？这个愿望是不大啦，但是直接就帮他达成只是一开始还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准备只是感觉到呢，大家看影片的角度真的差很多了。他想要看到自己，却又不想露脸而身后的 Goffy 呢，是否也觉得自己很久没有上镜头了，就直接在身后呢当起背景来插曲有点多啦，观众朋友就当作农作日常来看吧。因为这无蔓长江豆种得过于密集而且呢，它们的侧枝全部缠绕在一起的而这种无蔓长江豆呢，乡下有另外的说法叫做8月豆会比有蔓长江豆短一些但常见的是紫色的通常呢，这是被种在田边而且种植的距离得拉开一点后来想想呢，这用种植茄子或是秋葵的方式来种应该也很适合也因为全部缠绕在一起所以现在先简单将各株的侧枝给分开来个人的感觉如果种植距离有拉开到1公尺若是想立柱让它往上再进行固定大概只需要到腰间的高度了。不过呢，既然是种在现成的棚架下呢，就让无蔓转成有蔓的方式来种至少呢，也可以让棚架呢的用处派上用场也顺道还可以看看当爬上棚架后呢，棚架的外观会产生何种变化。毕竟还是得观看一下离规划中的菜花园目标有无拉近在观看初步分株的效果之前呢，先插播一下这小儿子到底在做什么准备？过于专心进行分株呢，也不知道他跟拿瓦在那边等了多久拿瓦还被带上了专程从台南带回来的项圈据说呢，这是马桶盖的垫子，而自己则戴上了口罩避免露脸双双还一起踩上去反季节种植区反季节种植区呢，因为太阳偏离导致日照过强目前大部分的空间呢，暂时搁置养地等待百香果的枝叶布满上方的棚架就可以提早尝试种植秋冬的作物了。目前只会维持湿润的状态不进行翻动松土的方式来养土以避免掉掩埋在下方的杂草与草籽大喷发只不过呢，这踩进去后呢，却引发了后续的效应接着直接来看未进行整理前的地面状况大量交杂缠绕的结果呢，这砖块走道上呢，长了许多青苔不过呢，这只要多点日照日后就可以自动清除干净了。下层的叶片呢，则是没能吃到日照因而产生一些黄叶不然呢，豆科植物呢有固氮作用的本能是不用担心氮肥不足然而呢，最麻烦的是
豆子会夹杂在叶片中呢，不易被发现啊。虽然是要做菜花园哈，但前提还是得要有菜可以采收的原则啊。于是进一步的进行改善哈，将无蔓长江豆的生长状况呢，调整成为有蔓长江豆的生长样态啊。这无蔓长江豆的侧枝呢，感觉非常粗壮哈，并不适合集中呢，直接让它沿着主管往上爬了。现在的做法是将左侧的侧枝哈拉往左侧的主管了，右侧拉往右侧的主管哈，这样它的茎条呢会比较容易整理啦，而在立体空间上呢，会比集中往上哈还宽松透气啦。至于过多的枝条呢，则可以再次进行修剪哈。才刚重新让侧边的两株攀上主管哈，清出走道的空间呐，Goffy 就骑着在一旁等着验收哈。将地面修剪下来的枝条收拾之后呢，Goffy 还径自往内部走了，很认真的进行扎实踩踏验收哈。不过幸好这是铺设砖头的走道了，若是做好的溪地呢，肯定又是惯性的测试土壤松软程度进行挖掘了。在全部重新拉上棚架之后呢，再将凹槽内的空心菜修剪到底啊。空心菜若吃不完呢，适度的进行修剪哈，可以促进长出的新叶更为细嫩啊。种植时呢，后来若是觉得过于拥挤哈，就可以选择将短天期容易种植的菜呢进行剔除或是移植啊。这样做完呢，豆子要进行摘采哈，就会比较明显与方便了。不过意外来的哈，大有为何他们刚才可以采进去，自己也行的味道啊。我行我素呢，慢慢来就是这种感觉哈。不过愿意离开呢，算是很给尊重的。隔日再来观看一下哈，是否要进行最后的微调啊？感觉比较上方已经又继续往上生长了。至于下方呢，虽然比较容易可以发现豆子哈，但是感觉叶片过多啊，透气性可以再更好一些啊。于是呢，又对下方的叶片进行修剪哈。豆科植物的叶片呢，有很强的光合作用能力啦，所以叶片不需要太多啦。若是层层堆叠的叶片呢，导致无法行使光合作用哈，反而只是在吸收养分而已啦。下方的叶片清除后呢，就又回到藤蔓类种植时的惯用手法哈，把底茎养出储存养分的效果了。修剪完之后呢，日后也就可以方便哈，再次采收凹槽内的空心菜了。最后哈，虽然一直很尊重他不露脸的决定啊，但拍摄拿瓦的时候呢，竟然还是意外的入镜。谢谢收看。